嗨，大家好。先前有在我的频道上面做过投票，就是还蛮多朋友敲碗，希望能够做一集转运的教学。那经过那次投票之后，发现有70%以上的朋友都蛮希望学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影片的产生。那在开始讲解之前呢，就是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请记得订阅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准备工作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要先注册转运公司的账号。那接下来就是要注册购物网站的账号。那今天这个影片里面我会用 New Balance 美国官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就是注册伊利卫。那伊利卫呢，就是货品回台湾通关海关的时候会需要做一个确认。那另外就是要注册 PayPal 的账号。那为什么需要注册 PayPal 的账号呢？因为在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美国New Balance 官网的网站的网址系统，它其实不支援台湾的地址填写。那如果说你要去设定台湾地址的话，就会出现错误。所以这边就是我会用 PayPal 的付款方式来做介绍。在资讯栏那边我会贴一些详细的教学，就是因为有一些部落客他们已经先把教学写好了，那其实也可以去那边再看更仔细一点。那首先呢，就是转运公司的选择，因为在这边避免广告嫌疑，所以我就不说，我自己是用哪几家。那其实我自己只有用过3家而已。那其实，在转运公司选择上面，其实你知道，在 Google 上面打入 keyword 就是美国集货这2个 keyword， 就会列出一堆网站。那甚至也有部落客他们把就是一些转运公司的评比都写成文章列出来这样子，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找，然后去看一下。那这边就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转运公司的选择呢，就是要先确定说它集货仓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那这个仓库的位置呢，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如果说它是在免税州的话，那就是你这个物品寄到仓库的时候，不需要再另外付州税的部分。那如果说不是免税州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再付6到9% 的州税，那所以就会造成你购物的成本增加。那另外就是转运费率的部分，每家转运公司他们的费率都不同。那有的是它只收重量，可能是每磅多少钱，然后有的是它还会再收采集的部分，就是除了重量之外，会再收一笔采集的费用。那这个采集费用就是会根据你货物的大小来收费。那另外就是税金的部分，很多转运公司它其实会有2个方案，一个是包税方案，一个是不包税方案。那这个在最后我会再特别做说明。那另外就是还要再注意一个，就是货品登录的方式，就是你买到货品之后呢，这个货寄到转运公司那边去，是你要自己去登录这个货品，让转运公司来通知你呢，或者说转运公司收到之后会通知你。这有2种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就是当你在注册这个转运公司的账号的时候，就是要特别去看一下他们的说明以及他们的新手教学。然后这边就是我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是用过3家，但是有一家就是 Banship， 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它运费是最低的这一家，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在美国 New Balance 官网购物的。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地址就被挡掉。那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是购物转运回台的流程。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在购物网站下单购物，然后寄到转运公司的仓储。那在购物网站下单呢，就是你要填地址的部分，就是 Shipping Address 这边是填转运仓库的地址。在你注册转运公司的账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有一个栏位是告诉你说他们的仓库地址怎么填写。那 Billing Address 呢，这边就是需要填你信用卡账单的地址。那通常这边地址是台湾的地址。那因为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利用邮局网站来做中译英的工作。那另外就是如果是透过 PayPal 付款的话呢，其实它就会自动带入账单的地址，所以就相对是比较方便的。那这边呢，就是我用美国 New Balance 网站一个下单画面来跟大家做解说。那我这边是试图点了一双990 V3 的这个鞋款，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有参加这个 MyNB Reward 的方案的话，它其实就是
你每次购买的时候，它都会给你一个点数。那像这双鞋是大概$180，所以它会给你这个美金的10倍的点数，大概1800点。那其实只要每1000点就可以换$5的折价券。那目前为止就最多的时候是可以用4000点换$20的折价券。然后每年的某个特殊的期间，它会有这种点数折半的优惠活动，就是你可能只要2000点换到$20的折价券。现在美国网站他们的那个地址的部分，就是如果你要填台湾地址，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没办法完成完整的填入。最近这几天我有在跟他们客服联系这个相关的事情，不过他们的回答就是很生硬，就是他们说他们不寄美国跟加拿大以外的地方，所以这边它其实还有一个付款方式，就是利用这 PayPal 的方式来付款。那所以说，就你点好之后，就要点这个 PayPal Checkout 的地方，然后它就会带到付款的画面。那在 PayPal 这边，就是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首先带到这付款画面，你会看到第一个画面就是最左边这张图，它上面会有刷卡金额，然后就是运送地址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付款的方式。那像这个，我是在 PayPal 网站上面有先储存我的信用卡，所以它会带出你预设的信用卡出来，然后这边会告诉你说它的汇率是多少。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查看汇率转换选项，就是要按这个之后，它会跳出一个画面，问你说你这一笔购物的货币是要用台币来刷，还是要用美金来刷？那这边如果你是用选择台币的话，它就是会用 PayPal 的台币的汇率来刷，那所以它大概是5235块台币左右。那在这边我会建议你把它点成美金的汇率，那就会看到说，以我录影的这一天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5020台币，所以就大概相差大概200块左右。那这边就是虽然说各家信用卡的汇率不同，但是 PayPal 的汇率一定是会比信用卡公司再更贵一些，所以就这边有这个小小美感，就大家要留意一下。然后最后就是你就确定用 USD 付款之后，点下去之后，那它就会把这个款项就会先拨到 PayPal 的户头里面去。那等到你确定这个订单成功之后，它才会把这个钱付给 New Balance 那边。那等到你下单完成之后呢，就是你按到那个 Place Your Order 的那个按钮之后，大概没多久它就会寄一个信告诉你说，你有下了一个单，然后相关的资讯大概是这样，就是这边有订单编号啊，然后你的shipping address 是什么，然后你的账单地址是哪里啊，然后一些相关的讯息。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的订单已经被接受了，大概再等半小时左右，如果你的订单被取消的话，你就会收到一封 email 是告诉你说你的 order 被 cancel 了。被取消的原因有很多啦，那不过这边比较常遇到的大概就是转运公司的地址是不被他们接受，也可能是被他们当掉了，所以就你没有办法下单成功。那通常就是你再换一家转运公司可能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的订单没有被取消，那大概再过个1-2天之后，就会有一个 email 告诉你说他把这个货品出给你了，那就会接收到这个出货通知，那也表示说你的订单是有确定成立的。那你在收到这个出货通知的时候，它里面这边会有一个按钮是 Track Your Order， 你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开启一个网站，然后会告诉你说预计什么时候会到，再把这个栏位往下拉之后，它下面这边会有个 tracking number。 如果说你的转运公司是需要你去输入这个 tracking number 的话，这边就是这个编号，那你就要回到转运公司那边去输入这个编号，然后等到货品到的时候，他们就会通知你说你的货品到转运公司了。那接下来流程呢，就是会在转运公司的网站上面操作。那通常就是你的货品到仓储之后，那你就申请集运，然后他们就会帮你称重，告诉你的运费大概是多少，那你就付款之后，他们就会帮你寄回来台湾。然后寄回来台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通关的这个步骤，
就是需要在 AD 上面去确认你的物品，那确认这个物品是不是你的，确认无误之后，就是海关就会放行。那如果说这边海关有税金的话，就是可能也需要付款，看是你自己付，或是说有转运公司帮你付。那确认通关无误之后，就是他们就会把物品交给宅配，那宅配就会把这个物品再寄给你。那关于EasyWay的注册呢，这边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你要在你的手机端安装EasyWay的 APP。那这边特别要留意的是，你的申报人，就是这个物品的申报人会需要跟收件人是一致的。那你需要登录你的身份证还有手机号码。那这个譬如说你自己买寄给自己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是要买回来寄给你的妈妈的话，这边就需要登记你妈妈的身份证跟你妈妈的手机号码。那相关的这个 EasyWay 的登录跟怎么注册可以看资讯那边我会贴一个部落客写好的网址让大家参考。除了确认物品之外呢，其实 EasyWay 它也有一个功能是做缴纳税金的动作，那不过其实这是跟那个货运业者比较相关的，那详细可以去看那篇部落客的文章。那通常在转运公司呢，它会有2个方案让人选择，一个是包税方案，一个是不包税方案。那甚至有一些转运公司它更直接，它就是全部都包税方案，所以你就不用去烦这税金的事情。那如果说是包税方案的话，就是由转运业者来支付这所有的税金。那如果说是不包税方案的话呢，就是由买方来支付这个税金。那通常这是譬如说以买鞋的话，就是大概是 10% 的关税，所以就是你要另外再付一个 10% 的税金。那包税方案就是目前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EasyWay的确认的时候，会遇到说金额跟实际上你买的东西或是款项会不同。我想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比较暗黑的部分，那这边我也就不多做说明。那如果说你觉得业者这样做不对的话，那我会觉得说你就直接选不包税方案，是由你自己支付税金，那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所以这边是一个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好的，以上就是一个转运流程的大概的介绍。那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很多的疑问，那其实都欢迎您留言一起讨论。那不过如果说你的问题是跟转运公司比较相关的话，我其实会建议你回去找转运公司的客服，由他们来回答会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其他购物的部分的话，能够回答我一定都会帮你们回答。不晓得说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说其实还蛮复杂的，虽然说可以省一些钱，不过好像找代购会更方便，就是你只要把钱给他，然后他就帮你买回来，其实好像也还不错齁。那我想这就是看每个人怎么选择。那其实从国外购物，我自己是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啦。那一样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哦。那我们下次开箱见，拜拜。